2022年的今天，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不是苹果，不是微软，是一家做晶片的公司，叫辉达 NVIDIA。它在2025年冲破了4兆美元市值，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家市值破4兆的企业。创办人黄仁勋穿着那件招牌皮衣，一夜之间变成地表最有分量的商人之一。各位观众，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先别急着回答。你现在一想到 AI 晶片，脑袋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名字是谁？是不是辉达？就只有辉达，第二名你连想都想不起来。你看，这就是行销。同一个时间，另一头有一个活了快100年的英国豪华车品牌加管捷豹，花大钱做了一次品牌大改造，把那只用了几十年的美洲豹标志拿掉，改成一堆粉紫色，拍了一支广告，从头到尾看不到半台车，全世界一片骂声，网络上被酸爆。一个冲上天，一个摔下地。你想想，为什么？因为行销这件事儿，它有铁律，它跟地心引力一模一样。你顺着它，它把你捧上天；你违反它，它就把你摔死。管你是不是100年老牌，管你砸了多少钱。今天我要讲的这本书，就是把行销这件玄之又玄的事儿，变成像物理定律一样冷酷、一样精准的一本狠书，叫做《22条商规》。我是杰森教练 ，AI 数字员工龙虾学院的创办人。这个频道专门把最硬的商业经典，用你听得懂的大白话拆给你看。今天这集，我直接告诉你，听懂了，你这辈子做生意、做品牌、做个人 IP 会少走10年冤枉路。先讲这本书的来头，你才知道它多有分量。22条商规的英文叫 The 22 Immutable Laws of Marketing， 作者有2个，一个叫 Al Ries， 一个叫 Jack Trout。这2个名字你可能没听过，但你一定听过他们更早以前搞出来的一个词，叫定位 Positioning。 各位观众，全世界只要是念行销、念广告、做品牌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定位这2个字儿。而这2个字儿就是这2个老先生发明的。他们早年写了一本定位，直接把整个广告界、行销界的脑袋翻过来洗一遍，被评为有史以来影响最大的行销书之一。那定位讲的是一套思想，这本22条商规就更狠了。它是这2个大师把几十年的实战经验浓缩、蒸馏、再蒸馏，最后榨出22条像法律条文一样的铁律。书名里那个字儿 immutable， 中文叫不可违逆、改不了的意思。他们的态度非常臭屁，但也非常诚实。他们说，物理有物理定律，你从10楼跳下去一定会摔死，这不是你相信不相信的问题。行销也有行销定律，你违反了就会赔钱，这也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很多老板最爱讲一句话，我这个产品这么好，怎么可能卖不掉？这2个老先生会冷冷地看着你说，你违反了铁律，你当然卖不掉。所以你听好，今天这集不是在讲行销技巧，技巧会过时，这集讲的是行销的地心引力，这东西过100年都不会变。我从22条里面挑出最核心、最致命、你最用得到的几条，一条一条配上真实的品牌血案讲给你听。第1条也是所有法则的地基，叫领先法则，英文 Law of Leadership。 这句话你给我抄下来，做第一胜过做得更好。各位观众，我再讲一次，第一赢过更好。你想想，人类史上第一个独自飞越大西洋的人是谁？林白 Charles Lindbergh， 全世界都记得他。那第2个独自飞越大西洋的人是谁？我告诉你，他叫 Bert Hinkler， 飞得比林白还快，还省油，是不是更好？但没有人记得他，一个都没有。再问你，第1个踏上月球的人是谁？阿姆斯壮。第2个呢？他叫 Buzz Aldrin， 跟阿姆斯壮同一艘太空船，同一天上去的，你记得吗？记不得。这就是领先法则的残酷。做生意也一样，可口可乐是第1个可乐，它到今天还是老大。全世界第1个做番茄酱做到深入人心的是 Heinz 亨氏，他现在还是霸主。影印机的英文为什么叫 Xerox？ 因为全路 Xerox 是第1个把影印机迈进大家心里的。第1到后来大家直接拿品牌名当动词用。所以这条铁律告诉你，如果你要进一个市场，你要问的第1个问题不是我怎么做的比别人更好，而是我有没有机会在某个地方做第一。
因为顾客的脑袋是有记忆排序的，第一名住进去以后，你花10倍的钱想把它挤出来，几乎不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你创业比拼命把产品磨得更精致更重要的是抢那个第一的位置。那问题来了，各位观众，如果那个位置已经被人抢走了呢？可乐被可口可乐占了，我还能怎么办？这就要讲第2条，类别法则 （Law of the Category）。这一条是给所有后进者的救命符，我直接告诉你8个字：当不了第一，就自己开创一个新类别，然后在那个新类别当第一。你听懂没？别人第1名的位置你抢不到，那你就自己画一个新的擂台，自己当那个新擂台的第1名。刚才讲林白是第1个飞越大西洋的人，那有没有人能靠飞越大西洋出名？有，叫 Amelia Earhart。她不是第1个飞越大西洋的人，那个位置被林白占死了，但她是第1个飞越大西洋的女性，她开创了女性这个新类别，一样名垂青史。做生意的例子更多，红牛 Red Bull 打不赢可口可乐、百事那些传统饮料，他怎么办？他不跟你抢汽水这个类别，他自己发明了一个叫能量饮料的新类别，然后在里面当老大。现在能量饮料你第1个想到谁？红牛。特斯拉当年打得赢福特、通田那些百年车厂吗？打不赢。所以马斯克不去抢汽油车这个类别，他去做高端电动车，开了一个全新的擂台，一口气把自己变成电动车的代名词。所以你创业如果觉得这个赛道好红，大佬好多，我挤不进去，恭喜你，你问错问题了。正确的问法是，我能不能切出一个更窄还没有人称王的新类别，然后我第1个插旗。记住，与其在大池塘当一条小鱼，不如自己挖一个小池塘当那条大鱼。第3条，这条是整本书的灵魂，叫心智法则 （Law of the Mind）。它跟领先法则长得很像，但更深一层。领先法则讲做第一，心智法则告诉你，抢先进入市场没用，你要抢先进入顾客的脑袋。各位观众，这中间差了10万8千里。历史上第1台个人电脑不是苹果，是一台叫 MITS Altair 8800的东西。它市场上比苹果早，但它没有抢进大家的脑袋，所以今天没人记得它。真正在大家心里插旗个人电脑的是苹果，是贾伯斯。你看懂了吗？行销不是产品的竞争，是心智的竞争，不是比谁先做出来，是比谁先住进顾客的脑袋。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技术最强、产品最早的公司常常最后死得很惨，因为他们以为做出来就赢了，其实住进脑袋才叫赢。而人的脑袋有一个致命的特性，一旦认定了就非常难改。你今天要一个消费者把脑袋里 AI 晶片等于辉达这个印象抹掉，换成别家，比登天还难。这就是为什么辉达现在这么恐怖。所以这条铁律给你的行动是什么？别再埋头苦干，只顾着把产品做好，你要同时甚至更早去经营顾客怎么记得你这件事。你要用一句话、一个画面、一个记忆点，狠狠地砸进他的脑袋，让他一想到某件事，第1个蹦出来的就是你。做出来只是入场券，抢进脑袋才是赢家。第4条，很多老板一辈子都不肯信，信了就发财，叫认知法则 （Law of Perception）。这条我直接把话撂在这儿，行销不是产品的战争，是认知的战争。什么意思？就是重点不是你的东西客观上是不是最好，重点是顾客以为谁最好。各位观众，你以为顾客买的是真相吗？不，顾客买的是他脑袋里相信的东西。我给你讲一个行销史上最经典、最血淋淋的案子。1985年，可口可乐做了大量的盲测，就是把商标遮起来给人喝，结果发现大家觉得百事可乐比较好喝，比较甜。可口可乐吓死了，心想不行啊，我要输了。于是他做了一件蠢事，他把用了快100年的老配方改掉，推出一个更好喝的新可乐 New Coke。结果呢，全美国暴动，消费者骂翻天，抵制抗议，打电话去公司哭诉，逼得可口可乐不到3个月就投降，把老配方请回来。你发现问题在哪儿了吗？产品上新可乐测起来明明更好喝，但认知上消费者要的根本不是好不好喝，他要的是我从小喝到大的那个可口可乐，那个情感，那个记忆。产品赢了，认知输了，照样惨败。
所以这条铁律狠狠打醒所有工程师思维的创业者。你天天在那边改规格、加功能，跟对手比参数，比到死，顾客根本不在乎，因为顾客活在他自己的认知世界里。你要打的仗是去改变、去抢占顾客脑袋里的认知，不是去实验室里赢那场产品。看懂没？认知才是战场。第5条，我认为是22条里面对一般人、对小公司、对做个人 IP 最有用的一条，叫聚焦法则，也叫独占一词法则 （Law of Focus）。这条的威力大到什么程度？我这样讲，一个品牌能不能成功，很多时候就看它能不能在顾客脑袋里独占一个字。各位观众，你想想，你一讲到安全的车，你想到谁？富豪 Volvo 几十年就死咬安全这2个字，他不跟你比豪华，不跟你比速度，不跟你比省油，他就只讲安全，结果他把安全这个字买断了。你讲到隔夜必达的快递，美国人想到 FedEx 联邦快递；你讲到搜寻，全世界想到 Google 甚至变成动词。回到我们开头讲的，你讲到 AI 晶片，想到辉达；你讲到 AI 聊天，想到 ChatGPT。这些巨头都在干同一件事儿，在你脑袋里霸占一个字。而这条法则对小人物特别友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不需要占领一个大字，你只要死咬一个够窄够准的小字就好。你不用当最强的餐厅，你只要当那家最会做某一道菜的店。这条法则的反面就是贪心，什么都想代表的品牌，最后在顾客脑袋里什么都不是。你的品牌如果要浓缩成一个字一个词，你讲得出来吗？如果讲不出来，各位观众，你的行销根本还没开始。顺带提一条相关的阶梯法则，顾客脑袋里每个类别都像一个阶梯，最多放3到7个品牌。你要先搞清楚你现在站第几阶，才知道该用什么打法，别老想着一步登天。接下来这一条会决定一个市场的最终长相，叫2元法则 （Law of Duality）。这2位大师观察了几百个市场以后，得出一个冷酷的结论：一个市场短期看很热闹，一堆玩家，但只要拉长时间看，最后几乎都会变成2匹马的赛跑，2强对决。各位观众，你随便想想是不是这样？可乐界最后就是可口可乐对百事，汉堡界麦当劳对汉堡王，运动鞋 Nike 对阿迪达，手机系统 iOS 对 Android， 大飞机波音对空中巴士，信用卡 Visa 对万事达。一开始每个市场都是百家争鸣，但时间会像筛子一样，把老3、老4、老5全部筛掉，最后剩2个。这条法则给你2个超级实用的启示。第一，如果你已经是市场的老大或老2，恭喜你，你的位置其实比你想的稳，因为市场结构会自动帮你淘汰后面的杂牌。你要做的是守住这个2元格局。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如果你是老3以后，你要非常清醒，你在现有的类别里长期几乎没有活路，被淘汰是迟早的事。那怎么办？回到第2条类别法则，你要赶快跳出去，自己开一个新类别，在新类别里重新变成前2名。各位观众，很多创业者最大的幻觉就是以为在一个成熟市场当老5、老6可以慢慢熬成老大。2元法则直接告诉你，别做梦，熬不出来的。要么想办法挤进前2名，要么换个擂台。那如果你注定是老2，你要怎么打老大？这就要讲对立法则 （Law of the Opposite）。这条超级精彩，我最爱讲。他说，当老2挑战老大，你千万不要模仿老大，你要做老大的反面。你想想，你跟老大做一样的事儿，只是规模比他小，比他晚，那顾客凭什么放弃老大选你？没理由嘛。所以聪明的老2是把老大的强项翻过来，变成攻击他的弱点。经典案例，百事可乐怎么打可口可乐？可口可乐主打经典、传统、历史悠久，那百事就反着来，主打年轻、新时代的选择，把可口可乐的老变成老派、过时。你看，同样一件事儿，传统在老大嘴里是优点，被老2一翻就变成老古板。再看租车界，赫兹 Hertz 是老大，第2名 Avis 怎么打？他不装老大，他大方承认我是老2，然后说正因为我是老2，所以我更拼更努力。
这一招直接把顾客的同情跟认同都拉过来了。还有汽水界的七喜 Seven Up， 打不赢2大可乐怎么办？他干脆把自己定位成非可乐，反着整个可乐类别打，硬是切出一块地盘。各位观众，这条法则对创业者太重要了。你进一个有大佬的市场，最笨的打法就是我跟老大很像，但我更便宜一点，更好一点，这样你永远是个影子。聪明的打法是研究老大的强项，然后找到那个强项的反面，站到他的对立面去，让想要另一种选择的顾客全部跑到你这边来。好，现在讲2条取舍的铁律，这2条专治贪心。第一条叫牺牲法则 Law of Sacrifice， 6个字，要有舍才有得。各位观众，这个世界上最反人性的一件事，就是叫一个老板放弃。老板天生就是贪的，看到什么赚钱都想做，产品线越拉越长，客群越想越广，什么都想要，结果什么都做不精。这条法则告诉你，强者都是靠舍赢的。联邦快递 FedEx 当年怎么起来的？他牺牲掉一般包裹的生意，只死磕隔夜必达这一种，舍掉90%的市场，换来独占1个字。达美乐 Domino's Pizza 当年怎么赢？他牺牲掉内用堂食，只做外送，舍掉店面体验，换来快速外送披萨的第一。你看，强者不是什么都要，而是很清楚的知道我不做什么。然后是全书最多人违反，也是死最多品牌的一条，叫延伸法则 Law of Line Extension。这2位大师甚至说，这是行销界最常见的死法。什么叫延伸？就是一个品牌做成功了，老板就得意忘形，把这个牌子硬套到别的东西上，想说反正我这牌子红，贴上去什么都好卖。错，大错特错。各位观众，一个品牌代表的就是顾客脑袋里1个字，你越延伸，那个字就越模糊，最后什么都不是。IBM 在大电脑是霸主，跑去做个人电脑，赔到最后把整个部门卖给联想。全路 Xerox 在影印机是王，硬要去做电脑，惨赔收场。国外还有一堆笑话案例，牙膏大牌高露洁 Colgate 居然出过冷冻即食餐，你想想，谁要吃一口牙膏味的晚餐？原子笔大牌 Bic 跑去出香水跟内衣，全部阵亡。这些都是活生生违反延伸法则，把好牌打烂的血案。记住，品牌延伸看起来省钱又省事，其实是在偷偷稀释你最值钱的资产——顾客脑袋里对你的那个清晰印象。好，各位观众，前面9条铁律讲完，我用1句话帮你浓缩整本书的精神，你把它刻在脑子里。行销不是把产品做得更好的艺术，是抢占顾客脑袋的战争。第一，胜过更好；聚焦胜过贪心；认知胜过真相。这3组对比就是22条商规的骨髓。好，光讲理论不够，我带你看3个真实你身边就摸得到的血肉案例。第一个，台湾的全联。各位观众，你想想，全联凭什么从一堆超市里杀出来？他就死咬1个字：便宜。他不跟你比装潢豪华，不跟你比购物体验多高级，他甚至把我们店面很朴素，我们把省下来的钱还给你这件事拿出来大声讲。那个全联经济美学的广告，直接把便宜、实在这个认知钉死在你脑袋里。这就是聚焦法则跟认知法则的完美示范。第二个，鼎泰丰。全世界会做小笼包的餐厅成千上万，鼎泰丰凭什么变成国际名店，拿米其林？外国人来台湾指名要吃，因为他牺牲掉当一家什么都卖的大餐厅，死磕小笼包，把一颗小笼包几折、几克、几度全部标准化到极致，他独占了小笼包这个类别。第3个就是我们开头提的可口可乐对百事，2强对决几十年，这就是2元法则跟对立法则的教科书。你看，这些铁律不是外国理论，它就活在你每天的生活里。道理你都懂了，接下来我要帮你排雷。我看过太多创业的、做小生意的、做自媒体的，就是死在这几个坑里。各位观众，我直接告诉你3大违反铁律的创业误区，你对号入座一下。第1个误区叫什么都想做，这是违反聚焦法则跟牺牲法则。太多老板开店，菜单像一本电话簿，什么都卖。做个人品牌的，今天讲理财，明天讲两性，后天讲健身，什么都碰。结果呢，顾客脑袋里完全记不住你是干嘛的，
你在他心里是一团模糊。记住，你想代表所有东西，最后就什么都代表不了。第二个误区叫迷信我的产品比较好，这是违反认知法则跟心智法则。工程师、专业出身的创业者最容易犯，整天想着我技术最强，我品质最好，我用料最实在，所以我一定会赢。错，各位观众，你的好顾客感受不到，也不相信，就等于不存在。你花在改产品的力气，有没有花同样多的力气去改顾客怎么认知你？没有的话，你就是在自嗨。第三个误区也是最贵的一个，叫品牌无限延伸，这是违反延伸法则。你第一个产品做起来了，开始飘了，觉得我这个牌子好神，贴到什么上面都能卖，于是东贴一个西贴一个，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最后连原本那个核心的字都被你自己搞糊了。这三个坑，坑坑要人命。你今天听完回去照着检查你自己的生意，我保证你至少踩了一个。好，重点来了，这才是我们龙虾学院最想跟你讲的。各位观众，你可能会想，这些法则都是可口可乐、辉达那种大公司在玩的，我一个素人，一个艺人公司，一只手机打天下的小创业者，关我什么事儿？我直接告诉你，关系大了。而且这些铁律配上 AI， 就是我们这种小人物翻身最狠的武器。第一，用类别法则切窄利基当第一。你当不了行销顾问的第一，全世界一大堆，但你可以当专门服务美容 SOHO 的 AI 行销顾问的第一。把赛道切到够窄，窄到那个位置还没人做，你一屁股坐下去就是王。第二，用聚焦法则死咬一个词。别想代表全部，你就用一句话，一个记忆点，让人一想到某个窄领域就想到你。第三，这是 AI 给我们的超能力，用 AI 大量刷心智。以前刷存在感要养一个团队砸广告费，现在呢，你用 AI 数字人，用自动化产线，可以每天稳定产出影片、贴文内容，天天在顾客面前出现。心智法则讲的是谁先住进脑袋，那 AI 让你有能力用1/10的成本，10倍的产量，天天去敲顾客脑袋的门。第四，别忘了牺牲法则。你资源比大公司少100倍，所以你更要舍。你只能打一个点，打穿它，千万不要学大公司什么都做。各位观众，这就是艺人公司的兵法，用铁律选对战场，用 AI 无限放大，切窄、聚焦、狂刷，这12个字你记住。讲到这儿啊，我跟你分享一个我自己活生生的例子，就是龙虾学院这个品牌本身怎么用这些铁律做出来的。各位观众，你想想，这几年 AI 讲师多不多？满坑满谷。你要当 AI 讲师的第一，门儿都没有，早就被占满了。那我怎么办？我用第2条类别法则，我不当 AI 讲师，我自己开创一个新词、新类别，叫 AI 数字员工。你听过这个讲法吗？我把 AI 包装成一个不用睡觉、不用薪水、24小时帮你上班的员工。这个 AI 数字员工的类别，我第一个插旗，我就是这个类别的第1名。接着，我用聚焦法则，死咬 AI 数字员工这5个字。我所有的内容、所有的品牌，全部绕着这个词打，让你一想到用 AI 当员工，就想到龙虾学院。然后最狠的来了，我用心智法则去刷存在感。我自己就打造了一整个 AI 数字员工的团队，行销有小杰，有小广，研究有小蛙，有小茶，法务有小便，这些都是 AI 员工。他们每天自动帮我产出内容、发影片、回留言、跑广告。各位观众，这件事儿本身就是我最强的活广告，它同时在示范认知法则。我不是用嘴巴跟你说 AI 能当员工，我是直接做给你看，让你亲眼认知到原来 AI 真的能当员工。你看懂了没？我把这本书的铁律全部套用在我自己身上，切窄、聚焦、狂刷、示范。龙虾学院就是这样长出来的。这不是理论，这是我每天在干的事儿。好，各位观众，今天这集分量很重，我帮你做个黄金总复习，5个重点，你听完把它记下来，一辈子受用。第一，领先法则，做第一胜过做更好，抢位置比磨产品更关键。
第二，类别法则，当不了第一就自己开创一个新类别当第一，换擂台比硬挤更聪明。第三，心智法则加聚焦法则，行销是抢脑袋，不是抢市场，你要在顾客心里独占一个字。第四，二元法则加对立法则，市场终局都是两强对决，你要当老二挑战老大，就千万别模仿他，要站到他的反面去。第五，延伸法则，这是最多人违反死最惨的一条，品牌不要贪心乱延伸，要懂得聚焦，懂得牺牲。这5条你握在手里，就是一整套做品牌、做生意、做个人 IP 的地心引力，顺着它走，事半功倍。好，那讲完怎么赢，下一集我要问你一个更狠、更深的问题。你以为做生意是要赢，对吧？但我告诉你，真正的高手玩的根本不是输赢这回事儿。下一集我们要拆一本会颠覆你世界观的书，塞门西奈克的《无限赛局》The Infinite Game。我会告诉你，为什么那些老想着打败对手、赢过别人的公司，最后反而先倒下，而真正活得长、活得久的玩家，脑子里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集绝对精彩，你千万别错过。如果今天这集有让你脑袋叮一声，拜托你动动手指，帮我按个赞，订阅这个频道，开小铃铛，留言告诉我你自己的生意或品牌违反了哪一条铁律，我会亲自看留言。我是杰森教练，AI 数字员工龙虾学院，我们下集见。